記起贊、個起訂閱，請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嗨，各位，看到我們桌上這麼多泡麵，是不是以為我們又要來泡麵排行榜了？但是不是，你搜尋很簡單。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在 Threads 上面跟在 IG 上泡麵的特殊吃法。我跟大家說，其實我是有點緊張，尤其是呢，網絡上看到很多熱門的食譜，我是真的會拿來做，但是做出來的成品有點不知道這我剛剛那你知道嗎？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這些熱門的食譜做出來味道究竟是怎麼樣。我現在其實有點緊張，因為這裡又有一個臭豆腐。這裡又有一個椰葛，我跟你說，酒入菜一定是好吃的，因為我個人雞湯就很喜歡加一些威士忌下去，一點點，哦喲，很好喝。但椰葛加泡麵，不知道味道會怎麼樣？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嘣，住起來！麻辣鍋牛肉麵，曼罕大餐。那我們先倒酒，等一下再把它拉開。我看到他說倒1/3或是半瓶都可以，我們就先倒1/3。哇，年輕的時候又回來了，椰葛蹦。好，我们先倒1/3。湯。哦，蠻搭的呢，它多了一點點甜味。然後，其實你直接喝椰葛的時候，會覺得它的那個藥感會稍微明顯一點點。可是你加進去之後，它變得湯頭變得很厚實，哎，這一碗變得貴，哎，椰葛很適合中菜，哎，牛肉麵很搭呢。因為你知道泡麵的湯有時候很容易很薄，可是你加了椰葛之後，它整個，哎呦，是不是不錯？誰發現的？你很讚。再加個一點點，我覺得可以加到半瓶哎，半瓶可以，我覺得可以加半瓶，加半瓶下去啊，你入口之後就有一股酒精感到轟上來，就會有點像你在吃燒酒雞，可是沒有把酒燒到很揮發的那個狀態。哇，我對椰葛的印象就是以前學生時期的時候，如果去酒吧喝酒，然後就會點那個椰葛蹦，因為沒那麼貴，就一種很樣的那種。哇，滿漢大餐麻辣鍋牛肉麵加椰葛，推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而且超簡單。不想要泡泡麵的話，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就是去牛肉麵店帶着這個小瓶的去，加個1/3跟半罐，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搭。OK， 我們下一樣，推。再來是煎泡麵，煎泡麵就感覺好像就很常會有人做，但它的食譜不太一樣，因為它的食譜就是什麼都丟進去拉來就好了，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不一樣在哪？不一樣在丟進去拉來。因為我看它的那個影片啊，它的調味粉包沒有加下去，可是我看下面留言有人問他說要加，又有第二個人留言問說那調味包要不要加，他就又會說看你要不要加，到底是要加還是不加？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加一半的。第二包加個半包就好，有點球球的。是不是應該把粉包捏碎，就在裡面搖一搖？對。嗎？給大家看芊芊的影片，還可以學知識。然後它影片裡面有說它可以放火鍋料，我們今天準備的是火腿，看你喜歡吃什麼你就放，蔥綠跟蔥白。開火之後呢，剛剛的油包把它加下去，油包。我覺得還是捏散一點好，因為我剛剛第一個捏太散了，我就想說我要像它一樣，就捏沒那麼散，就沒那麼散，我覺得塊狀會有點太高。我剛剛一直在想說這食譜不知道究竟 O 不 OK， 結果聞起來超級香。然後我們現在要來翻面。先蓋上去，好，我先蓋上去。但是我現在就是蓋上去也怕燙到。哇！哦！但是我们還要再丟上去煎一下。OK。哦，泡面的特殊吃法第2上桌，完成了。
是不是看起來其實蠻漂亮的？因為我本來其實有點擔心它比較簡單，然後也沒有其他加一些有的沒的。好，我們現在來吃它。哦，看起來很美呢，很像蛋，蔥蛋，不太像泡麵做出來的感覺。泡麵其實在裡面啊，因為我本來在想說沒有煮過就直接下去加蛋，不知道會不會軟。就它其實吃起來有一些軟，然後有一些軟中帶脆，我覺得還不錯。然後粉包的話一定要加，你如果煮2包，你就放1包半的粉包，因為我覺得煮起來那個鹹價比較剛好一點點。然後蔥真的要放多，因為其實它吃起來有點勾扎比的感覺，吃了不會覺得雷。但我好像就是不一定要吃，這個吃了會飽哎。啊對哈，因為它裡面有6顆蛋。這邊看起來比較漂亮嗎？是不是有點像披薩？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整個拌面都翻過來好了，感覺又是有種好像吃不一樣料理的感覺。哇，有没有不錯？差不多齁。不過把面煎蛋這件事啊，我覺得麻油面線煎蛋很棒，因為我們之前水咖的那個麻油面線煎蛋，哦，那真的是好假，又有麻油香，然後那個脆感又剛剛好。好，吃完了這個泡麵，我們這些努力不簡單。它其實真的有一種勾扎比蔥蛋的感覺。如果是我自己要煎它的話，我可能就是会建議大家粉包先搖勻，然後再開始做這個步驟。嘿，下一樣。接下來第3個泡麵特殊吃法就是素飄香加上全聯買的臭豆腐哦。剛剛已經先切了，哇，那切的時候那個整個味道，我跟大家說，我真的是非常热愛吃臭豆腐的人，可是全聯的臭豆腐真的是不一樣的等級，我的媽呀！我現在非常的想開抽風，每一包都要兌450的水，然後首先我先把粉包給倒下去。之後呢，我就要來開抽風了，因為等一下就暫時先不會錄了。哦，要求我開到最大。A few moments later。好，白菜軟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素飄香給它放進去了。把它放进去2包，好，這樣子我们就可以上桌了。完成了我們的素飄香臭豆腐。啊，聞起來真的是臭。我們現在喝一口湯好了。加了雞湯之後的感覺很不一樣，因為你吃素飄香的時候啊，它的味道其實是蠻重口的，然後很像正在吃麻辣鍋的那種感覺。但因為它加了雞湯之後，它味道會比較輕，然後帶一點醇感的那種雞，合在一起之後，尾韻的感覺有一點點泡麵感。因為素飄香本來就是泡麵，可是其實我覺得素飄香你在直接吃它的時候，我覺得它的泡麵感沒有那麼明顯。可是我覺得目前喝起來的泡麵感稍微有那麼一點點明顯。來吃吃看這個麵，哇哦！它臭豆腐其實還不錯吃，不過它因為它的味道其實沒有用很重的東西，所以那個臭豆腐的那種泡的那種感覺會稍微明顯。但我覺得還不錯，因為蠻嫩的，蠻香的。我超愛大白菜，而且我大白菜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地方，因為這種地方啊煮湯超級甜。剛椰格還有半罐，我們來試看它加椰格怎麼樣。還行哎，味道變厚了耶，但不要加太多。它雖然是草本味，可它還帶有一點點的甜感，加太多會有點糖漿感。那你有覺得吃的時候比较可以接受？我觉得吃的可以，聞的時候真的有點太臭，可是我吃的時候它是好吃的臭豆腐，因為它嫩，然後又蠻香的。我覺得大家切可以再稍微切小塊一點，讓它裡面比較吸收那個湯汁進去，我覺得味道會更棒。請容許我把它整罐加下去。神奇的椰格，
剛還覺得它味道稍微有點薄，加了椰格之後味道就變厚實，而且其實你吃不太出來有加椰格的感覺，因為這鍋可能太大鍋，所以沒有什麼酒精感。大家如果在家裡面煮味道很重的那種大菜啊，或者像臭豆腐，你們都怎麼除掉那個油的味道，然後跟那個臭味啊？因為以前拍很大量炸東西的時候，我那個地板的那個踩過去的感覺都超黏。我都會就是煮完之後就會開始大掃除一次，可是清歸清啊，那個味道真的很難都要等好幾天才有辦法散掉。尤其是那種口味真的很重的，哇，那個隔天，哇，辦公室的有如地獄的味道。小心燙！素飄香加臭豆腐的話，我自己個人喜好的味道会再加椰格下去，我觉得味道会变得更圓潤、更厚實。因為單純如果是照着這食譜做的話，我觉得會稍微有點單一，很像臭臭鍋，有一點帶辣，然後比較薄一點點。而且我覺得這樣煮起來其實蠻像火鍋的，所以大家可能自己丟一些豬肉片啊、火鍋肉片或者其他東西下去，都可以試試看。好，接下來來到我們最多二創料理的辛拉麵。然後今天呢，辛拉麵我們查到的食譜是要加皮蛋。我們來試試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首先呢，先煮2包，先把面煮軟，雞蛋，好，這樣子之後呢，再把皮蛋給它放下去。皮蛋 inside。OK， 辣白醬炒面加上皮蛋。上桌，我来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不過首先卖相看起来很好，因为辛炒面它其實本身醬料味道就蠻重的，而且奶味也還蠻夠的，所以呢，你如果這樣子吃的話，其實皮蛋的味道有點被壓過去，所以強烈推薦大家起司真的不要加太多，因為我覺得皮蛋加上帶有一點點辣感的那種麵啊，我覺得味道會是最好吃。我個人喜歡這種味道啦，這真的很適合配啤酒而且要18天生啤。現在稍微開始有點膩口了。可是我覺得比單純吃辛炒麵好一點，因為白醬辣的這一款呢，其實我吃過原味，然後我之前會覺得蠻快就會膩口了，可是現在加了皮蛋之後，我覺得整個感覺不一樣。皮蛋真的加在什麼東西上面都變得好好吃，粥也是，我們全家的皮蛋辣拌麵也是喲，大家記得去吃。我覺得這個改善的方式可以再炒一些肉下去，肉末，味道會更香。吃完了辛炒面加上皮蛋，我覺得這食譜可以做因為真的蠻好吃的。但我覺得它少了一點肉的香味。其實我覺得單純辛炒面還是要加東西，因為我之前煮辛炒面的時候，我也覺得甘幾鼻。它現在加了皮蛋之後啊，其實非常的下酒，很適合喝那種超級冰涼的那一種啤酒。而且你在煮這一碗的時候，如果正好炒那個豬絞肉下去，我覺得那個味道會更加分、更完整。我覺得這個食譜大家可以做做看，然後加豬絞肉。吃完了我們今天的泡麵特殊煮法，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沒有最想要吃哪一道，或是對哪一道有興趣呢？我先講我個人私心的第1名好了，就是我下次會想要試試看的是麻辣鍋牛肉麵加上椰格。可能如果想去吃牛肉麵的時候，會想要就自己再帶一小罐，然後加下去，因為我覺得那個味道真的有升級耶，蠻特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真的可以試試看，而且我覺得椰格加什麼都蠻適合，因為你看我的臭臭鍋加了椰格之後，那個感覺也不一樣。這一集不是椰格的業配但是我真的是有點小小的被它給哦呦，你不得了。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在家裡試試看。然後其他品項的話，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試試看，因為其實留言討論的都蠻多的，所以它也會有它自己的受眾，所以也可能只是比較不適合我個人的口味。嗨，以上就是大家如果還有覺得泡麵的特殊吃法很想跟我推薦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喲。但不要整我哦，我本來就打一些很奇卡。好，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看我的影片，就先這樣子，大家拜拜。泡麵仙子啊，我刚刚直接用它來抹白菜。
它只是碰到一下下，我等下就把它煮掉。